还没开始就知道谁赢。有些游戏看上去双方都有机会，可是在第一步之前，胜负其实已经藏在局面里了。我们先看动画里的这个试炼，桌上有20个石子，2个人轮流取，每次可以取1到3个，取到最后一枚石子的人算输。这个游戏看上去是双方有输有赢，可实际上先手还没开始就已经有必胜策略了。先手第一步取3个，桌上还剩17个，之后不管对方取几个，先手都补成4个。对方取1个，先手就取3个；对方取2个，先手也取2个；对方取3个，先手就取1个。这样每一轮合起来都刚好拿走4个石子。于是每次轮到对方行动时，桌上的石子数会依次变成17、13、9、5、1，最后对方被迫取走最后一枚，于是输掉游戏。这个策略很好操作，但真正的问题是它是怎么被发现的。更一般的说，我们能不能在游戏还没开始之前就判断一个局面到底是先手必胜还是先手必败？先把这个试炼抽象一下，2个人轮流行动，同一个局面下，双方能做的操作完全相同，没有随机因素，游戏一定会在有限步内结束，而且双方都知道完整局面。这种游戏可以叫做无偏博弈。这里的无偏是说，除了先手和后手的位置不同，2名玩家面对同一个局面时，没有身份上的区别。所以象棋和围棋不是这里说的无偏博弈，因为黑棋和白棋，红方和黑方能走的棋并不一样。对于有限、无随机、全信息的无偏博弈，如果双方都采用最优策略，组合博弈论可以帮我们判断一个局面是必胜还是必败。其中一个核心工具叫做斯普拉格格兰迪理论，也经常简称为 SG 理论。不过这里要先提醒一句，开头那个试炼是反常玩法，也就是拿到最后一枚石子的人输，而 SG 理论最经典的版本讨论的是正常玩法。正常玩法的规则是无法行动的一方输，所以为了先讲清楚 SG 理论，我们暂时把取石子游戏改成标准版。桌上有若干石子，2个人轮流取，每次可以取1到3个。这一次取到最后一枚石子的人胜利。换句话说，当轮到某一个人行动时，如果桌上已经没有石子，他就无法行动，因此失败。SG 理论要做的事情就是给每一个局面 X 分配一个数，这个数叫 SG 值，也叫格兰迪数。定义中的 max 是指最小没出现过的非负整数，例如0、1、3中，最小没出现的非负整数就是2，所以求 max 之后得到2。没有石子的局面，我们用 SG0 来表示这个局面的 SG 值，因为它没有任何后继状态，所以最小没出现的非负整数就是0，所以它的 SG 值是0。如果桌上有1个石子，当前玩家只能取走这1个，走到没有石子的局面，所以后继局面的 SG 值只有0，所以1个石子的 SG 值就是1。如果桌上有2个石子，可以取1个，也可以取2个，所以它能走到1个石子和0个石子2种局面，后继 SG 值是1和0，最小没出现过的非负整数就是2，所以2个石子的 SG 值是2。如果桌上有3个石子，同样的方法可以知道此时的 SG 值就是3。根据这个游戏的规则，我们可以得到上面的递推公式，我们可以算出每一个局面的 SG 值。这个游戏的 SG 值会不断重复，0、1、2、3，然后又是0、1、2、3。也就是说，在这个标准取石子游戏里， SG 值每4个局面循环一次。那这个数到底代表什么？先看 SG 值为0的局面，没有石子时，当前玩家无法行动，所以这是先手必败局面。4个石子时，先手不管取1个、2个还是3个，对手下一步都可以直接取完，所以4个石子也是先手必败局面。再看 SG 值不为0的局面，正如刚才所说，有1个、2个或者3个石子，当前玩家都可以一步取完，把没有石子的局面留给对手，所以这些都是先手必胜局面。如果有5个、6个或者7个石子，当前玩家也可以走一步，把4个石子留给对手，所以他们也是先手必胜局面。这里真正关键的是 SG 值等于0的局面
没有办法一步走到另一个零，所有能走到的后继都是非零局面，而 SG 值不等于零的局面一定有办法一步走到零，所以谁一旦拿到了零，就会一直拿零，直到终局输掉游戏。于是我们看到了 SG 值最重要的用途 ，SG 值等于零，这个局面就是先手必败。SG 值不等于零，这个局面就是先手必胜。这个关系不只适用于取石子，只要是这里讲的无偏博弈局面，都可以算出 SG 值，再用它判断胜负。但你可能会问，只要看它是不是零，不就已经可以判断胜负了吗？那为什么还要关心具体数值？对于单个游戏，很多时候确实够了。可是，一旦一个游戏会自然拆成几个小局面，具体的 SG 值就变得非常有用。来看另一个游戏，它叫凯勒斯。想象一排保龄球瓶，两个人轮流行动，每次可以打倒一个瓶子，也可以打倒相连的两个瓶子。谁轮到自己时没有瓶子可打，谁就输了。这个游戏看起来和取石子完全不一样，但它仍然是一个无偏博弈。双方面对同一排瓶子，能做的操作完全相同，而且游戏一定会结束，所以它也有 SG 值。现在关键来了，如果你打掉中间的一个瓶子，一排瓶子就会被切成左右两段。从下一步开始，玩家每回合只能选择其中一段行动，另一段保持不变。这就是两个小游戏组合起来。这时，当前局面的 SG 值当然可以从结局倒推计算，但是这过于复杂，我们还是要找一种递推的公式。所以现在要解决的就是多个小游戏组合起来的 SG 值是多少。斯普拉格格兰迪定理告诉我们，整体的 SG 值就是每个 SG 值做暗位异或。先不用管什么是异或，在这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优势和优势放在一起，有时候会相互抵消。先看两个 SG 值相同的局面，我们还是回到取石子的例子，单独看每一个，它们都是先手必胜局面，合在一起之后，整体反而变成先手必败。如果先手还是按照原来的必胜策略，先手拿两个，后手可以拿完第二堆，这时先手发现自己的局面变成4个石子了，必输了。先手要是反套路拿3个，后手就在同一堆拿1个。先手一想，这下如果后手在另一堆模仿先手操作，怎么拿都会输。实际上，如果你看 SG 值的变化，你就会发现后手的所有操作其实就是在保持 SG 值相等。SG 值其实可以看作不同的优势的组合，组合的规则就是相同的优势会抵消为0，不同的优势直接相加。两个 SG 值是1的游戏会抵消成0，1和0放在一起，此时没有抵消，所以 SG 值就是1。这里的算法其实就是异或。对于 SG 值是2的游戏，你会发现0和1不管怎么加都加不出2来，所以2可以看成新的优势，而3可以看成1和2相加。但是1和3相加呢？3可以分解出1和2，1和1抵消了，所以1和3相加就是2。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可以推出所有不同的基本优势，就是1、2、4、8，再继续翻倍下去。所有的 SG 值可以看成这些基本优势的组合，这其实就是二进制。一个二进制位上是1，就表示这个基本优势出现了。例如11可以拆成8加2加1，我们把基本优势按8、4、2、1排成一排。11里面有8、有2、也有1，但是没有4，所以对应的位置就是1、0、1、1。所以11写成二进制就是1011。多个游戏组合起来时，同一个二进制位上的优势，如果出现2次，就相互抵消；如果只剩1次，就保留下来。这就是暗位异或。来看一个具体局面，假设3个小游戏的 SG 值分别是1、2、3，写成二进制以后，我们一列一列看，右边这一列有2个1，所以抵消成0；左边这一列也有2个1，也抵消成0。最后得到0、0，也就是整体 SG 值为0，整个组合局面就是先手必败。再换一个局面，3个小游戏的 SG 值分别是1、2、0，这一次没有相同优势可以抵消，所以整体 SG 值不是0，整体局面就是先手必胜。先手要做的事情就是选择其中一个小游戏走一步，把整体 SG 值重新变成0。比如在这个例子里，可以把 SG 值是2的那一堆走成 SG 值是1的局面，
于是三个数变成1、1、0，两个一抵消，整体就回到了0。这就是 SG 定理强大的地方，它可以从几个小局面的 SG 值算出整体的 SG 值。回到凯勒斯游戏，对一排长度为 n 的瓶子，它的后继局面就两类，一类是打掉第 i 个瓶子之后的两个小游戏，一类是打掉第 i 和 i 加1个瓶子之后的两个小游戏。所以我们可以写出递推公式，大家可以算一算 n 等于5的时候 SG 值是多少，是先手必胜还是先手必败。这样一个看起来像保龄球的游戏，就和刚才的取石子游戏接到同一套数学语言里了。最后给你留一个类似的问题，叫做 Triple Cross， 你可以把它看成一维井字棋，棋盘是一排格子，两个人轮流往空格里写 x， 谁先让3个 x 连成一排，谁就获胜。这个游戏也很有意思，因为两个人写的是同一种 x， 所以它仍然有无偏博弈的味道。而每一个 x 落下之后，周围能安全继续下的位置会被切成几段，看起来又像一个组合游戏。那么在一条固定长度的棋盘上，先手到底有没有必胜策略？他的局面应该怎么拆？又能不能算出对应的 SG 值？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吧。现在回到开头那个反常试炼，拿到最后一枚棋子的人输。这个规则要按反常玩法自己的方式处理，尤其是多个反常游戏组合在一起时，会多出一些细节。但对于单个游戏，我们仍然可以从终点往回倒推，终点没有石子了，所以是必胜局面。从这里继续往回推，能把对手送到必败局面的局面就是必胜局面。所有走法都会把对手送到必胜局面的局面就是必败局面。于是1、5、9、13、17都会变成先手必败局面。所以开头先手第一步拿走3个，把20变成17，把对手送入必败局面。到这里我们知道了斯普拉格格兰迪理论，研究了所有标准的无偏博弈。他把抽象的博弈游戏具体到了一个个能计算的 SG 值，我们只要根据 SG 值就可以判断局面的胜负。对于多个游戏组合， SG 理论也能告诉我们如何快速计算。即使是看起来与取石子完全不一样的保龄球游戏， SG 理论也能把它统一到同一套框架下。所以有些游戏看起来还没开始，胜负其实已经写在局面里了。